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赚钱呢，绝对是人生快乐之一。在做股票游戏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说过，我想给大家讲讲炒股的故事。最近大陆 A 股可是一片向好所以呢是讲赚钱的时候了不知道之前被套牢的朋友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呢？我具体是怎么成为股民的呢？之前在讲游戏的时候就说过了。但是也得给没听过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曾经的游戏公司呢做炒股游戏，因为我们老板是一个资深股民，他要求所有的员工都得会炒股。就这么回事。公司的位置很有优势，除了找不着厕所之外，附近就是一个证券公司，公司的服务也很到位。老板派了一个小姑娘全程带着我去证券公司开了户，真实的体验炒股才能做好股票游戏，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本金还是要自备。老板对我们这帮萌新还是很关心的。在中国炒股，如果你想赚钱，除了你要有独到的大盘观，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要有内幕消息。我能够理解的内幕消息呢，也就是有一个大庄家要入手一大笔什么什么股票，造成一定程度的涨价，然后让我们这些小股民跟上这股势头，以便能喝上一口汤。当然了，其结果很大可能是我们这帮散户疯狂跟涨之后，庄家眼看差不多了，一把带风的镰刀狠狠地割向我们这帮排骨人，随着风变成了血红色，庄家一笔收入到手了。但是呢，对于真的能提前获知哪一个机构要去大笔购入一只股票，这个消息还是很有价值的。而我们的老板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神人。别看他设计游戏是有些离谱，炒股呢毕竟是专业的。那几天呢，一个神秘的股票代码在公司内部游走，几乎所有人都买入了这一只什么什么股票。当然也有可能是要利用公司的10好几个人来操盘这只股票的。对于我呢，刚刚入行的小股民，我第一天豪掷2个千金，几乎满仓买入了这只股票。买完老板推荐的这只股票，我盯着满屏幕密密麻麻的代号和根本看不懂的各种线啥的跃跃欲试，又狠心入金好几百。必须充分利用我的工资呀！这时候呢，我旁边的程序员也跑过来跟我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最近世界的经济趋势了。他的魄力跟我可差多了他入金500块钱就吓得浑身冷汗。然后我们两个 S 和 B 一起讨论着什么时候能过上里奥纳多·迪卡皮欧的生活。我装模作样的看中了一只我觉得很好的股票，直接入手100股。旁边大哥连连称赞，真有魄力。而在我刚刚入手这只股票呢，第二天股票疯狂大涨，程序眼睛都红了。我说小意思，但是光涨不算赚钱，你还得知道啥时候卖才能赚钱。低买高卖就是咱们股民的不二法则。而在中午马上就要休市的时候，我盯着这只股票的 K 线图，我对程序说，我觉得下午这只股票会跌。于是呢，在休市前直接抛出，一天净赚800块钱，那叫一个爽。程序问你咋看出来的？下午要涨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可能，上午涨了，下午必跌。记住低买高卖。等我们吃完了宫爆鸡丁盖饭回来以后，这只股票果然跌成狗了。程序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当初为什么那么牛逼？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纯粹他妈是蒙的。尝到了甜头的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几个月直接入金高达5位数。是的，人性的弱点就在于此。如果你参与的是赌博，那你大概率会步入深渊呀。虽然股市和赌博也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对于我这种小白都是一样的赌徒心理。股市也只是你不至于真的输的精光，多少能留一个裤衩子。而我们老板推荐的股票确实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路飙升，全公司都沉浸在财务自由的喜悦里。因为刚刚接触股票，那只股票疯涨之后，我能承受得了那么多多巴胺的刺激吗？第二天一看涨了这么多，我靠，卖！那一天我又赚了一大笔那一次赚钱的兴奋让我自己连姓什么都忘了。是你赚了，但是你可能不再买吗？老板还在极力推荐这只股票，但是我已经把它卖掉了。这时候呢，分为2种情况，就是它涨得比我卖的时候还高，但是我觉得它第二天还能涨，于是呢，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前提是买完了它真的会涨。第二种呢，就是等它下跌之后再去买，等涨高了再卖。无论哪种呢，前提都是建立在你的幻想上，因此呢，这2个方式大概率都会让你亏得非常惨。不过呢，你要是在2006年左右入市呢，你就闭着眼睛随便买，大概率都会赚钱。看看2006年到2007年的股市，因为2006年左右，中国 A 股进行了一次股权分置改革我也不太懂稍微查了一下，大概意思呢是
2005年以前，60%以上的股权是禁止出售的，就像被关在冰箱里的蛋糕，只有40%的蛋糕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是为了活跃市场，让大部分的股权都可以拿出来买卖，通过那一些给股东的补偿或者分红的形式，把冰箱里的蛋糕全都拿出来，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呢就可以大幅度的促进股票交易。而且那时候的监管机构呢，又大力鼓励企业上市，上市的企业多了，散户闻着味道也就来了，市场就是这么活跃起来的，造就了2006年股市从12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的6124点。1年半 A 股涨了4倍多。如果你在2006年入市，那么在2007年你也许就真的变成小李子了。而我入市的时间呢，正好是和咱们伟大的北京奥运会碰面。咱这节目怎么跟刘欢这么有缘呀？但凡对经济有一点了解的朋友都应该清楚2008年意味着什么。虽然呢，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月份有一个股市的回调，但是市场的活跃度依然不减，股市的波动不是很正常吗？我们这一帮外行人嘴里总期待的反弹，马上就来了。没错，反着弹来了。2008年呢，水深火热的美利坚合众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全球。20世纪末，美国一直低迷的经济促进了房地产需求。而银行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不管你是谁，连猪来了都能随意的贷款买房，银行根本不管你能不能还得起。但银行也不傻呀，转身就把这些高风险的债务包装成了看起来很高级的理财产品，转卖给其他的投资者。接盘侠呢，为了转移风险，再加价卖给下一个倒霉蛋，如此形成了一个无限甩锅的击鼓传花的游戏。在市场崩盘以前，没钱的人买到了房，放贷者赚到了钱，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持续了多年转卖烫手山芋的游戏终于迎来了压死稻草的最后一头骆驼，市场蕴藏的巨大风险崩盘了，之后引发了连锁反应，买房人跑路，贷款成了坏账，房子被抛售，房价暴跌，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倒霉的雷曼兄弟因为重仓了被包装成金子的次贷产品破产，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呢，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中国当然也遭受到了波及，那些 A 股已经得到风声的大庄家早就开始抛售自己的股票了，而我这种蝼蚁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是呢，满仓的股票已经跌了一半了，是切实摆在我眼前的。这种大起大落对我这种萌新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我完全承受不了的。而旁边的程序员还在劝我，低买高卖啊，你看现在不是跌了吗？赶紧买，买完了涨回去赚得更多。我也在之后几天连续暴跌的日子里分好几次连续抄底。抄底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同感呀？但是你永远发现你抄不到那个底，直到你的本金已经所剩无几。用人话讲呢，就是套牢。当然公司里不只是我几乎所有买了老板推荐的股票都被套牢了这也不能怪老板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它也是始料未及的。这时候呢，其实买别的股票估计都是一个结果。之后的几天里呢，在公司里他看见大家都绕着走。不过即便如此这毕竟和赌博输光了不一样。澳门赌场门口呢，你经常能看到满脸亢奋、输得精光的赌徒还在疯狂的到处借钱。赌博你没了本钱就真的直接变成富贵了，但是呢，股票如果时间足够长，你确实还是能够等到回调的。这里呢就谈到股票的长期投资了。像我刚入市的时候那种股票小白，今天买明天卖，就图一时的赚钱快感我知道肯定有短线赚钱的高手我是不行。后来我看了一些投资方面的知识，我就转战了长线投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一个良性的市场上，你的长期投资才有可能得到回报。因为良性的股市总体趋势肯定是向上的我们来看看日本的股市，这个比较奇特因为在1990年呢，日本的房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经济的长期低迷，到现在才刚刚超过1990年的高点。另外一个奇特的股市就是咱们伟大的 A 股。如果你像我呢，在2008年入市，那么恭喜你，可能你买的大部分的股票到现在还没解套呢。虽然总体趋势一定是向上的，但是要回到之前的6000点以上，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研究了一些海外的股票之后呢，我就转战了港股。这就是我投资的第二个阶段。至于具体怎么买美股或者港股呢请自行研究。几年前开一个香港账户并不是特别难的事但是现在好像是比较难了，就是你跑一趟香港都不一定能开出来。就拿我之前决定长期投资的一只香港股票来说吧，前几年呢，这只股票刚刚在香港上市。这只股票呢是餐饮业的，它不仅餐食美味，更以服务过分到位闻名遐迩。因此呢，这只股票自从上市就深受大众和投资方的青睐。而像我这种小
户呢也下了大手笔，狠狠地买了一手。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想到了吧？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海底捞。而这只股票呢，在上市之后，也确实随着大众的期待一样水涨船高。又是餐饮业，服务又到位，又是新股，那长期投资不就是十拿九稳的赚钱吗？这一笔投资下去，我也就不怎么关注它了。海底捞上市就是2018年。而后来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都清楚了。你看看我入市的时机都选得这么有特色。当时我早已不是那个今天买了股票，然后隔几分钟就得看一下涨跌的萌新了。几年后呢，海底捞在我几乎没怎么关注的情况下，已经飙升近400%了。而这时候我也不太在意因为长期投资嘛，我也不会卖掉它。结果在疫情发生之后，全世界的经济下滑，餐饮业和旅游业那更是跌得一片稀烂呢。但是我见过这么多大起大落的股票，再研究一下之前非典或者大萧条时期的股票走向，最终都会涨回来的。所以呢，我对海底捞的下跌并不感到担心。如果有钱，我还想再买点呢。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海底捞创始人的事件，加剧了群众对海底捞股票的担忧。我也开始重新关注它的股价了。在海底捞继续跌到直逼我的买入价的时候，我也坐不住了，一股空虚感油然而生虽然还对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抱有信心，但是一些事呢，让很多人对50年内的变化始料未及，整个港股市场已经不太一样了。因此我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开始怀疑这只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了，甚至是港股的投资选择是不是都该斟酌一下了。这时候呢，海底捞的股价终于跌破了我的买入价，曾经400%的辉煌如镜花水月，南柯一梦。你要问我为什么不在高点卖出？所有炒股的人都想在高点卖出但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我要是知道是高点，我还不卖，就跟2008年我持续抄底一样，谁知道啥时候是个底你只能对世界的整体趋势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因此呢，在后来海底捞短暂的一次反弹的时候，我毅然决然把这只股票卖出了。3年我也没亏一共赚了500多港元，真是他妈值了。到现在来看呢，我觉得当初的抉择是正确的当然不排除长期来看它最终还会回到高点的可能但它即使回去了，我也不敢再碰这只股票了因为它已经不太正常了不多说了而且还有个事除了海底捞呢，腾讯对我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马化腾，你等着，你跟周鸿祎的事我还在写呢，朋友们赶紧点赞收藏。而到底怎么投资才能赚钱呢？其实巴菲特大爷说得很明白了就是选择指数基金持续投资。但是巴菲特大爷的投资环境是哪里他是在美股我们再来看看美股这水深火热的大盘线，跟咱们的 A 股比一比。在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之后呢，我毅然投向了邪恶美帝。美股虽然是可以一股一股的买，但是之前已经被港股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我，本金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最想买的巴菲特大爷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当时一股才30多万美元。为了能更灵活的购买美股呢，我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工具 eToro。 这个东西很好它可以把已经一股一股的美股再拆分比如说一股苹果的股票，它给你拆成了1/3或者1/4再卖给你或者迪士尼呢，也是可以拆分之后一小份一小份的出售。所以对我这种濒临破产的用户就很友好，而且操作灵活。当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再怎么分我还是买不起人家根本没有配置这只股票。因为听从了巴菲特大爷的投资指数的建议，又有很多投资人的推荐，我就选择了 VOO 这只股票。这是代表美国5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涵盖了多个行业，是反映美国整体经济的重要基准。只要不发生什么大事它大概率也是持续上涨的。于是我的第3次投资便以 eToro 的方式开始了。我在 eToro 里面选择了 VOO 这只股票。虽然我的美股配置比港股稍微晚了一些，但是都不可避免的碰上了疫情。结果在 eToro 里重仓的 VOO 股票就像海底捞一样也跌成了狗。不过这是指数型基金我对它的下跌完全不担心，而且在下跌的时候我还持续买入了一些。你看看如今 VOO 的走向，我的选择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从我买入到现在已经涨了200%多了，指数就是这么稳。不过故事就这么发展的话，似乎不太符合俺节目的风格。本来 VOO 的趋势早晚会弥补之前腾讯对我造成的巨大损失，并且前途一片光明，怎奈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另一个大事件把这一切都断送了。
2020年初，全球已处在危机的边缘，而以太坊突然发布消息，将停止中国大陆用户的使用。现在还在使用的账户，给你一段时间强制出金。这有点像那个360的云盘啊，也就是呢，把你的股票强制平仓。消息一发，立刻引起了大陆用户的骚动。你要是不提早出金，估计你的股票也就成为慈善了。出金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讲了啊。但是你想再用以太坊投资已经不可能了。我以为它只是针对中国大陆用户。但现在看，这么多国家都是不能使用它的。不管如何呢，被迫出金的日子到了，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疫情啊 ，VOO 正是大跌的时候。但是限期出金的日子就在那几天，我怎么感觉被以太坊宰了一刀啊？虽然后来 VOO 涨回来并持续增高，但也没有我的份了。命运弄人啊！以上就是我第3次投资的故事。看来我天生没有投资的天赋啊 ！A 股得知内部消息都赚不了钱，港股选择了2个重量级的角色，美股好不容易选择了一个稳的一批的股票，被物理隔绝了。很早以前我就提过，我们股票游戏公司的新浪高管，这货以不变应万变的慢悠悠的性格，买了大老板推荐的股票之后就按兵不动，最后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能在最高点把这只股票给抛了，全公司就他笑到了最后啊！高管就是高管，必有过人之处。不知道各位朋友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方式可以介绍一下如果你赚钱了也可以讲出来啊，你让我高兴高兴。好了，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请订阅点赞毛怪老师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